朋友们，一切的修行呢，都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以及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用大白话来说，这2句话总结起来就是：不要相信你的大脑，也不要相信这个观点本身。修行的前半段呢，就是引导我们看空一切，我们必须要首先体会到空性，剩下的后半部分才会自然有答案。就像一个杯子，必须要将其中的水倒完，才有空间去接纳未知，去接纳自由，去成为广阔。假如说人是一个杯子，那么杯子中的水代表什么？水就代表所有的记忆、思想、行为和思维模式。更进一步来说，代表着我们认知世界的陈旧方式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修行好几年了，但是依旧没有成效，反而好像烦恼越来越多了？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是在用固有的陈旧的模式在修行，是在用世间法的方式去学习出世间法，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。而如果一开始的方向就是正确的，那么可以说修行的前半段就已经完成了，修心已经成功1半了。而正确的方向和方式是什么？我们首先要善于发现错误，错误就在于固有的行为和思维模式。而修行的意义，首先就是要让我们看破和看空固有的陈旧模式，就好像变成一张白纸，犹如首先我们要换一支笔，而不是用以前那一支笔去书写。就好像一个小学生成长为大学生，他所用的学习模式几乎都是固定的，只是大脑和思想的运转与壮大而已。这种模式就犹如一块块形状固定的积木，可以堆砌成高楼大厦，但那只是堆砌而已，本质并没有改变。用这种模式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教授，但并不会成为一个觉醒的人。观察自己这种陈旧的模式，我们是否会陷入对修行理解对错的思考？是否会想去指出别人认知的误区？那么在这一刻，这种模式便是陈旧，便是自我的。同样，我们也可以观察自己是否会对修行充满期待，是否会认为弄懂哪些道理，坚持怎么样的智慧和法门，进行怎么样的修行，就可以有什么境界，就可以有所得，就可以解脱轮回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会是一个有方向、有希望的人。但这其中隐藏着一种交换和期待的旧有思维模式。用这样陈旧的世间法模式，你可以换来世俗的成就，但依然不会觉醒。所谓一切法不离世间法，也需要先出世再入世，所以才能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。所以佛陀才说，若有人说我有法可说，即是谤佛。意思就是说，佛陀想要将存在的真相表达给众生，只能迫不得已用众生固定的思维和语言模式来说法，只是需要一种载体而已。如果把这种语言表达当真，那就犹如把指向月亮的手指当成月亮本身。所以昔日灵山法会上，佛陀拈花，唯有迦叶尊者一笑，众人却不解。原因就是佛陀拈花已是实相，是一种超越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传法。只有迦叶尊者在那一刻与佛心心相印，所以不由得微笑。而其他众人，无论多么聪慧、聪明，多么坚信和追随，那一刻只要大脑一开动，旧有的模式一启动，去思考，去判断花是什么，有什么隐喻，佛想要表达什么，是否真相就在每一个现象中。类似种种身心运转思考，便是固定，便是陈旧，便是束缚。因为我们是用什么去理解、去探究佛陀拈花的？只是记忆、眼见、
思维、念头，这些依然犹如固定形状的积木，搭建不出真相本身。如此种种，便是人之本身、身心之本身、大脑之本身的束缚。在束缚中，我们无法触及实相，就好像渐进线永远无法到达终点。在实相面前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只能是直接去成为实相，直接去成为微笑的迦叶。这便是顿悟与领会，放下一切陈旧的束缚，放下那些固有的思维、行为模式，让心灵变得一尘不染。即便我们什么也不做，也已经向觉悟迈出了一大步，向实相迈出了一大步。这其中也隐藏着如是的智慧：不否认，不顺从，不抗拒，不在意任何正在发生的一切现象。如此才能脱离业力的推动和习气的惯性，才能体会未知而鲜活的实相。实相从来不在过去与未来，而是与此刻平行存在。通过如是，我们会发现一切是这样的，一切本是如此。仔细体悟，每一刻都存在着真相。我们之前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是有一位少女怀孕后，害怕家人责怪，便诬陷是镇上一位禅师所为。家人带着出生的孩子来责问禅师，甚至拳打脚踢。禅师面对家人愤怒的责问与攻击，只是说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的。于是这家人便丢下孩子让禅师抚养。禅师带着孩子天天挨家挨户讨奶喝，面对他人的指指点点，禅师仍说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的。1年后，少女前来看望孩子，见孩子白白胖胖，心生不舍，又将孩子接走。禅师还是说是的，是的。后来少女良心发现，向众人澄清了诬陷禅师的缘由。众人赞扬禅师的修为、忍辱和美德，禅师仍说是的，是的。在这则故事里，禅师面对种种现象不断发生与变化，他的心从来没有动过。禅师没有任何习惯性的反应和陈旧的思维行为模式，他没有观点，没有方向，也没有一颗想要解脱烦恼的欲望之心。整个过程只是如其所是，仿佛与真正的自己没有关系。他也并没有忍辱，却自然成为了忍辱本身。他心中没有对修养的追求，却在他人眼中却成为了美德。禅师的如是，让自己从时刻正在发生的业力和现象中走了出来，宁静而平和。虽然有一种惯性让他经历着一些事情，但他始终处于祥和与清明之中，没有制造新的因果和业力，时时刻刻与一切现象平行，成为了包容一切现象的真相。所以生活中，当我们做到不在意任何现象的发生，只是如其所是，也即是脱离受限的思维、行为和情绪反应模式，这就犹如从身心固有的牢笼中走了出来，成为了自由本身，也即是时刻离一切相。如此一种新的稳定而和谐的内在秩序便会诞生。也只有这样，才是对智慧的实践，才能获得切身受益，而不是局限于将智慧在思维中运转。这个禅师的故事，也可以认为禅师并没有陷入大脑的运转和身心既定的程序，因为所有陈旧和束缚，可以说皆源自于大脑。大脑就像是一个输出源，以条件反射的模式，以它固有的性格、认知、记忆，向内心输送着程式化的信息，输送着束缚。也就是说，一颗固执的、习气旺盛的、充满自我的大脑，完完全全是心的牢笼。所以，当我们在询问为什么我修行很多年了，却依旧没有变化，另一个答案便是，
多年来，我们一直在用大脑，在用思维和习惯去修行，而没有去体悟心是什么。大脑是模式化的，用它来学习智慧，或者用它来学习科学知识，得到的结果与趋势将是相同和必然的，也都是属于世间的。而且在大脑中，我们还会产生种种束缚，比如说欲求。向往修行的人，也许会欲求修行能解脱自己，欲求加持，欲求开悟，欲求有智慧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我们是否能看清，无论我们欲求的是什么，是欲求无烦恼，还是欲求清净，欲求自我认可，欲求安全感，欲求人际关系和谐，欲求解脱等等等等。欲求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执着的对象不同而已。把这种受限的欲求模式看破，便是修行的进步。所以当我们再问为什么我没有长进时，看清那一刻的欲求即是长进。类似于欲求这样的弱点，这样的束缚还有很多很多，逐一看破便是渐修，直接而完全的去成为内心的存在真相，脱离一切模式，脱离大脑条件反射的固定输出，即是顿悟，即是禅宗所谓的命根脱落，身心脱落。怎么样去脱落呢？我们并不能去树立一个新的方向，也不需要给自己定一个内心的目标，更不能与正在发生的念头、情绪、身心现象对抗或逃离，否则就会陷入一种命运和业力惯性的循环之中。实现这一点，从道理上来说非常简单，只要我们始终相信自己自心是一种广阔无垠的存在，所以任何时候也都不要把自己的念头当真即可，不要把自心坍塌为一念的局限。同时我们也不要去排斥任何正在发生的现象，也不用做自身的任何改变。在修行中，有努力的地方就有内在的矛盾与挣扎，而修行是合一的智慧，领悟到没有对立，没有矛盾，才是内心解脱的第一步。我们要看到，自身所有正在发生的事和现象，只是一种惯性和业力而已。我们也必须看到，我们的认知是固定的，我们的记忆是陈旧的，我们的反应是被迫的，我们的善恶念头生发，也从未经过我们的允许。只有承认和允许，我们才会多出一种选择。在某一刻，我们会发现一切陈旧的模式在继续，一切旧有式的束缚也依旧在继续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真正的我并不参与其中，于是我与我的现象之间便有了距离，我们各自安好，各如其事。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安静而又无比惬意的旁观者，任由记忆、念头、思绪生发变化。我发现一切都只是人生的电影而已。然而，当我真正成为那个惬意的旁观者时，一种新的转机却发生了。我优雅地看着自己的烦恼，我发现自己就是优雅本身。我祥和地对待自己的担忧，我发现自己就是祥和本身。一种如不动的自由超脱的存在本质，在生命的绝大多数时候浮现，而真正的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做，什么也不需要做。命运与生活的本质转变也将从这里发生。我们也许会发现，一切外在的事件其实都只是我的惯性、习性的认知而已。理解到这一点，看到惯性认知背后的意识本质，我们的认知将会越来越趋近于那自由祥和的本质，所以我们也将能够从任何一个念头、任何一个烦恼中看见喜悦和永恒。一切表面的善恶与好坏，都如过眼云烟一般转瞬即逝，犹如心冲出了牢笼，旧有的束缚被彻底瓦解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
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